太神奇了，朋友们！在贵州铜仁应江县的大山里，我们发现了一栋房子建在了几百米高的悬崖峭壁之上，非常的壮观。这是山下村庄几位在烤火的老人家。我们从老人家他们的口中得知啊，这个房子已经建了400-500年，他们也不清楚这个房子是怎么建上去的。那么在400-500年前，是什么样的人把房子建在这样的崖壁之上？这些材料又是怎么样运上去的呢？都是一个谜团。现在呢，我已经来到了这座山的半山腰啊，那个房子呢就在那个位置啊。爬到这个山顶啊，从山脚下上来，应该是20来分钟，差不多。当然，20来分钟是我们走路比较厉害的，走得慢的可能还要稍微时间长一点啊。现在我已经到这座房子下方的这个崖角了，看一下，非常的险峻啊。从这里步行上去，当然这里也是唯一上去的一个路。走到这里之后，风景好漂亮啊！那里有好几个石锥山哦。然后我们现在就要从这里步行上去啊，感觉就是爬那种85度的坡。从这个山梁上来，后方就是悬崖峭壁，我的左右啊都是差不多万丈深渊。所以要特别小心啊！说实话，这个恐高的人啊，还真的不敢上来，因为你上来这里之后，你会发现整个四周啊都是空落落的那种感觉。这里旋转过来就到了这个房子的位置，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房子的位置。大概只有20个平方左右，就在这一座岩峰的峰顶啊，四周都是悬崖峭壁，特别是看一下这边，哇，特别的高。但是站在这里真的是一览众山小，风光无限，俯瞰红尘，俯瞰苍生的这种感觉。这个地方真是太险峻，太壮观了。这个房子就是建在这个10-20平米的这个峰顶，那它建的是2层，这个因为是一个寺院，所以说我们就没有办法给大家拍摄内部了啊。在400-500年前啊，到底什么样的人会选择把这个房子建在这里呢？它有可能一开始或许不是一个寺庙，也说不清楚啊，也有可能一开始是住人啊或者干嘛的。有时候我们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啊。他们经常会这个异想天开的一些想法，在一些悬崖峭壁之上啊，这个很高的这种山峰上啊等等啊，就建筑这么一些建筑。那么古代什么样的人会选择把房子修在这样的峰顶？他们的材料又如何运上来的？距今为止呢，已经有400-500年了，咱们也是不得而知啊。我们有时候不得不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啊，生出这么一座山峰，又不得不感叹古人的这种巧夺天工啊，简直是令人惊掉下巴的这种做法，非常的震撼。这样特别奇特的建筑啊，真的是令人叹为观止。我们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那真的是非常的牛。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观看，咱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我在湘西花垣县到保定县的这个国道上啊，发现这里有一个小岛。这个小岛呢，三面环水，一面靠山，
而且前方3面都是崖壁啊。我目测呢，这个岛上啊，好像有人居住啊。我们这个把无人机飞上去看一下，大家来看一下哈，就是这个小岛啊，非常的漂亮。前面呢3面都是崖壁，后面就是山，对吧？它这个山呢还不是很高，所以说看起来呢非常的匀称，很漂亮。我们把无人机飞上来之后呢，发现这个上面呢有一个3合院的房子，整个小岛上呢是非常平的。我们注意看一下，这个3合院的房子是非常大的，好像不怎么有人居住啊，看去比较陈旧。我们注意看这个院子中间呢，有一些鸡跑来跑去的，我估计呢是有人在这里养鸡的。大家再注意详细的看一下哈，这个整个小岛上呢比较平，然后这个3合院房子的边上有很多这个横竖规则的这种石墙啊，包括左边右边都有，包括这个3合院的前方也有。这些石墙它有什么作用？是哪个年代建的？看起来确实比较奇特，有点像那种什么图形一样的。难道它这个是有一个藏宝图，或者说修的一个什么迷宫，对吧？因为在古代这个冷兵器时代呢，说实话，这个人们住在山里啊，这个安全还是有隐患的，不管是防匪啊，或者说防野兽啊，它都要有一些方法。那么这些横七竖八的这些石墙，难道是当初修建的这个迷宫，为了防匪，或者说为了防兽，又或者说有其他的用途呢？咱们是不得而知。看起来反正是挺有神秘感的，对吧？我感觉这个主人家呀，以前肯定是大户人家，是那种地主啊、当地的土豪啊之类的，要不然他不会修这么多的石墙来做这个防御，对不对？3面环水，3面崖壁，1面靠山，所以说非常的安全哈。因为你从哪儿呢，你都去不了啊。当然现在的话是比较容易，可以坐船就过去了。如果说是在古代冷兵器时代呢，你想要坐船去爬上崖壁呢，也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所以说整个这个3合院给我的感觉呢是非常之神秘的。那么大家猜测啊，这个3合院以前它是干什么的？是什么样的人会居住在这样的地方？而现在又为什么会荒废呢？特别可惜啊。这个地方呢，就是湖南湘西的极斗苗寨。这个苗寨是建在悬崖之上的。我身后这里呢，就是德夯大峡谷。极斗苗寨呢，我们可以说它是崖壁上的村寨啊，也可以说它是云端上的苗寨。因为在下雨的天气啊，就像今天这种云雾缭绕的这种天气的时候呢，那么整个寨子呢就给我们感觉它是建在云端的感觉啊，非常之漂亮。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地方的石头啊，它全是一块一块的，每家每户的这个石坎呢，也都是层层累积上去的。吃饭了没有，老人家？你吃饭了没有？你听得懂我说话吗？嗯，我说话你听得懂吗？哦，听不懂啊？听不懂。听不懂？哦，你们我说的这个话你们都听不懂？哦，我还说让这个老人家跟我说一说他们这个寨子呢，但是他说听不懂我说的话。我在湘西发现了一个可以一脚踏3省的古镇，据说这里的消费是全国最便宜的古镇。沈从文先生笔下的边城说的不是凤凰，而是茶洞。
而边城中翠翠和罗宋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当年翠翠和她的爷爷呢，就是居住在这间房子里面，上面有一个白塔呀，现在被称为这个翠翠塔。我们到这个房间这里来看一下啊。这个房子呢，就是翠翠和她的爷爷曾经居住的地方。这里挂有一个蓑衣斗笠，是不是翠翠的爷爷当年也带过啊？就是这个房子。那么翠翠和罗宋的故事呢，就是发生在这里。上边呢就是白塔，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呢就是白塔，也是茶洞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啊。它与茶洞呢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啊，同时呢也承载了这里悲欢离合的故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塔，它是6边形的一个建筑啊。那么每一边呢都有一道门，而这个门呢它是全部封住的，那也表示着呢过去啊人们的这个思想比较进步，所以说呢才发生了像这个翠翠和罗宋啊，包括他父亲和母亲的这些悲惨的一些故事。我现在站的位置是湖南的茶洞，对面呢就是重庆的红安省。这边都是在这里排队的，等着那个拉拉舟过来，然后呢一块儿坐船过去啊，2块钱一个人。从这个地方过去呢，就是3不管岛。什么叫3不管？就是他们3个省都不管的地方，走到那儿你就自由了。你们看啊，这个3不管岛啊，它就是2个河流把它夹在中间，就一个小岛屿。那哪个省管起来也不方便，可能是大家是不是以前争来争去的，谁也争不过谁，那就搞得谁都不管了，是不是这样的？来到边城古镇啊，这个地方你是必须要来打卡的。这儿呢被誉为一脚踏3省。那么你要问我现在在哪里呢？我自己也不好说啊。这个时候呢，我是在贵州的。如果说这个时候你再问我呢，我又在湖南来了。假如再过1秒钟你问我呢，我已经又到重庆来了。这几秒钟的时间啊，我是逛了3个省。这样的旅游方式是不是非常的省钱？1毛钱都不花就游了3个省。现在咱们吃的就是一锅煮3省的这个角角鱼啊。为何叫一锅煮3省呢？因为这个鱼啊，它是喝3个省的水长大的。它喝不喝3个省的水我不知道啊，我先吃一下好不好吃。但是味道吃起来相当不错。如果你喜欢旅居的生活的话，我建议来边城啊多住几天，因为这个地方的物价真的是非常便宜啊，1块钱可以买5个洋芋粑粑，在这里你可以吃到一锅煮3省的角角鱼啊，所以说有很多非常有趣特别的事情。这个地方为什么物价便宜呢？重要的原因还是他们3省交界，大家呢都有一个竞争吧。有时候这个湖南的呀，他就跑到这个重庆去买肉啊、买菜啊这些。那么也有其他的物价呢，可能是湖南这边更便宜，而重庆那边呢稍微贵一点。这也就是相互之间有一个竞争的结果。所以说这个地方很多的物价都是非常便宜的。如果你在这个地方长期居住几天的话，你就会感受得到哈。如果你喜欢这种悠闲自得的旅居生活呀，边城茶洞你一定要来，并且要在这里多住几日。大家好，现在呢我在贵州铜仁的沿河县，今天呢要带大家到这个重庆酉阳的深山去探访几户与世隔绝的人家，但是那个地方呢要坐公交船才能到达。走，现在我们就去赶公交船。这里呢就是沿河县的东风码头啊，我们待会儿呢就这里坐公交船呢，就到我们想去的地方。调，哎呦，快点巧了，你好，走，拜拜啊，谢谢哦。这个地方下船好麻烦的，在这个咔里面，他们这个船已经就往下游开去了，我们现在就在这里下的船，然后从这里继续上山啊，走这样的
小道哈，我们就上崖壁去探访那几户人家。这个地方很漂亮啊，来看一下，我们坐的船已经开到那里去了。现在要从这个竹林里面先爬上崖壁去。这个是爬得上去也得爬，哎，爬不上去也得爬。这怎么像十面埋伏一样的？哇，从那边那个地方直上，就被崖壁给拦住了，几边都是崖壁。然后我又顺到这个江边，这里有一条过路过来，应该这里就是可以上去的。我天哪，这几户人家居住的位置真的是惊险刺激啊！下方全部是崖壁给围住的。我感觉这个路不是他们人走的，这个路是山上的野兽走的。但是，哎呦，我去，差点摔一跟头。但是从这里上去可以和他们走的那条路。等一下下来就轻松一点了，你走后面慢一点啊。我们现在也不能往回走了，肯定要走那边那条路啊。那边有一条，慢一点。这主要是有时间限制，没时间限制的话都无所谓哈。这感觉爬来爬去也好像没啥路啊。在那边打转了1个小时，依然是没找到路。后来实在是没有办法，只能是顺江过来，然后在这里才看到了能够上到他们那几户人家的路，从这里上去。因为刚刚我们在那边呢是在崖角那个崖壁角的，那我们从那里一直就上不去，然后走到这个边上来呢，这里又是一个半崖，也就是它这个路呢是从这里上去之后呢，从2个悬崖中间的一个巷道这样进去的。我的天，今天看来非常遗憾，有可能又上不去了，因为我们现在只有1个小时的时间。虽然这一次咱们可能遗憾到不了，那么在这个有机会下一次来的时候呢，咱们能够精准的定位啊！你看，为了去探访这几户人家，我的天，2天了，还是没找到，还是没有到，不是没找到，哎，太可惜了！我勒个天爷，这笔直的爬坡，谁都是受得了啊！哎呀！我爬到这里，我也不想上去了。这里爬上去还要最少半个多小时才能到崖上，然后我们的船12点钟就要来，我都不敢爬了。我就算上到顶上的话，根本就没法拍，然后就要直接马上就要下来才能赶得上船。不行，不去了。我用这个无人机跟大家呈现一下，然后以后有机会的时候来这里呢，就不会再错了。大家可以从我们这个航拍的镜头来看一下，我们今天下船的位置呢又在这里。那么我们在这个崖壁上啊、崖壁下呀这些林子里面穿了半天，穿到崖壁角依然上不去。然后我们又顺着这个崖壁呢到这边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位置呢就已经是有一个路引往上走了。所以我们今天又错过了。走到这里呢，我们才发现了上去的唯一通道。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时间已经浪费差不多了，已经没有办法再上去下来了，所以只能在这里跟大家解释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小道，我们从这边爬上去之后呢，就会到达一个悬崖的中间，在这个位置呢再穿插过去，然后呢到达这个山梁上。对吧？然后呢，就有路可以上到上面几户人家了。但是今天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够了，如果要第2天的话，我们上去可能也没地方住，所以说，只能遗憾的跟大家说，今天没有办法实地去看一看，可能是这个缘分未到，对吧？有机会的时候呢，咱们下次
再来这里探访一下。他们的后山呢是这种起伏的高山崖壁，是没有办法穿过去的。那么下方呢，整个一圈都是悬崖峭壁。如果说他们要出山呢，只能是什么呢？从这个崖壁这条小道下到江边呢，然后坐船呢才能出山。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上边呢，总的是4个房子，也就是4户人家。但是这4户人家呢，应该是都在家里面。看到没有？这一片的这个土地呢，全部都在耕种，而且人家已经把土地翻犁出来了。这边呢，正在用耕牛呢进行第2次的翻土，马上就要种庄稼了。哇，住在这个地方真的是这种与世隔绝的这种感觉啊，没有外面的那种各种各样的纷争，在这个地方呢，就是悠闲自得的生活。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羡慕这样的生活。大家也知道，我这个人是不吃劳苦的，走个3、4个小时我都愿意去。但是今天确实是因为这个船的时间限制，没有办法在这里过多的停留，也没有时间再上崖去。好了，朋友们，今天呢略显遗憾的这一期视频呢就到这里了。咱们这个等缘分到了之后，再到这里来探访。下期再见，拜拜。大家好，现在我在沿河县啊。昨天晚上呢，我们就是住宿在沿河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乘坐这个船呢，然后经过乌江三峡，去到我那几户人家的山脚下，然后步行呢，才能到他们那里去探访。看一下咱们的大美沿河哈，真的是非常漂亮，云雾缭绕，对不对？青山绿水，这个峡谷之内一路风光无限好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在这个地方下船，这个船呢继续往下游走。这个地方风光无限哈，看一下。我们现在呢就要沿着这个崖壁爬上去到那几户人家的位置。这边以前还修有一个亭子。哇，现在咱们要从这里攀爬悬崖峭壁，怎么感觉已经没有人居住了？这个上面，这个楼梯都是杂草丛生啊。我天哪，怎么像走无人村一样的感觉？我们本来是去探访悬崖上那几户还有人居住的人家，结果我们坐船来的时候地方给下错了，妈呀，走到这个大森林里边来了。哎呦，我的天哪，今天绝对是走错了，还得在这边耽误1天，然后明天再来一遍。这个地方环境好好啊，对面就是悬崖峭壁，咱们现在走的地方也算是有点带这个悬崖峭壁。我就佩服这里面居住的人啊，他们的祖辈祖先，他为什么会想到在这种峡谷里面来居住呢？走哪里都走不出去。他这个地方的话，随便走哪里的话都是很难走出去的呀。哎呀，到这个峡谷底部了，这里的环境好好啊，朋友们看看，上面都是高山崖壁，那种石头山很漂亮，云雾缭绕的。咦，这个地方不是有个房子吗？这里过去看一下。这个河谷这么深，竟然现在没有水，可见这个去年的这个天干到什么程度啊？你看，像这种地方，如果说涨洪水的话，它两边的水会有老高了。但你看现在竟然是干的，哇！这个地方环境才是幽静啊！我的天哪，后山全部是崖壁，一个很深的峡谷进去，这里面，好像是还有好多房子，但是已经是这个无人村了。这个房子修的位置，大家来感受一下，是不是很漂亮？环境特别好。然后它这个房子的后面全是很高的这个悬崖峭壁啊。这一栋房子它正好就是修建在这个崖壁的底端。大家看看这个地方的环境啊，这里面是很深的一道峡谷，然后这边也是高山，它的这个对面也是高山，看到没有？这里有一座石山，然后这里就是像开的一个天门一样，很美啊。这里一座山，这个下边呢是乌江啊，
从乌江走进来，我们刚刚大概是走了，到现在为止大概是走了40多分钟，然后就走进来看到这个悬崖下边这一栋房子。我们走下面去稍微的看一下哈，这地方太漂亮了，感觉这一户人家都是大户人家呀。他还做了这个吊脚楼厢房，然后下面的话有这么高的这个石柱给它撑起来的。这个下方的话，可能是以前养一点牛啊什么的，养牛的这种。这个石坎呢，砌了这么高，我感觉以前的人真是有闲工夫吧。他这边这几间的话，他是养猪养牛的，好像有4、5间的这个猪牛圈。然后人呢，他是住在这里的。他这个房子建的非常的奇特啊，它是横着建的，它不是靠山而建，它是这样竖过来建的。那么人是住在这边这个房子里面，它这儿有一个吊脚楼啊。如果说咱们空余时间，可能就在这个吊脚楼这里搭一个台子，然后在这里品茶，是不是特别享受的一种生活？看到这个山峦叠翠啊，云雾缭绕的这种如人间仙境一般的这种环境，大家有没有想到这个地方来这个亲近一下呢？我们看到这个房屋这里啊，还有放鞭炮的这个痕迹啊，这个鞭炮感觉可能就是最近1年还是说今年放的，或许是主人回来在这个地方热闹一下啊。然后这是正山间的一个房子，但是它这个房子修建呢，它不是这样顺山建的，而是这样侧着建的。这边是大门，对吧？3间房建在这里，然后外面呢还有一个吊脚楼，下边可能我猜测以前可能是喂牛的。然后这个上边呢，我们可以做一个茶亭，对不对？闲暇之余在这个地方啊，可以泡点茶，是不是特别幽静？主要是大家看一下这里的环境啊，真的是特别适合清秀的好地方。我们这个房屋的后山都是连绵不绝的这种高山，还有崖壁，对吧？然后前方呢是一个大峡谷啊，从这里一直走出去，就是刚才我们来的地方，大概是走40分钟左右就到这里，那么就可以到乌江，然后就可以坐船到别的地方去。然后看一下这个房子的侧面，这边像开的一道山门一样，是不是非常漂亮？上面像一个石头人，很美。然后它的房子的正前方呢，这里有一大片的平地，再进去呢就是很深的一个峡谷，里面也是没有人居住的，相当于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无人村，基本上是没有人踏足，因为你步行都来不了这个地方啊，你必须是通过这个乌江坐船，对吧？到我们坐船坐到我们下船的那个地方呢，才能走路上来。就是通过别的地方，任何地方你都来不了这里，因为左边右边都是高高的这个崖壁，包括这个峡谷底端的那边呢也是高山这个崖壁，所以说它没有办法进到这个地方来，只有通过江边坐船才能到这里。所以大家说这个地方是不是像一个世外桃源？这个主人家就不应该走啊，就应该在这里清修，对吧？而且交通，说到交通的话，其实我觉得还可以啊，走个40分钟就可以坐船的话，我觉得还行。走到这里你都不想离开，特别是喜欢清静的人，这个地方太漂亮了，真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看啊，建房子的这个一圈啊，全部是这个高的石坎。那为什么要做这个石坎呢？因为他独一户人家居住在这个大山里呢，有很多的这个野兽啊，各种各样的东西呢可能会来骚扰，所以呢他建一个坎呢就会更加安全一点。他的房子后方是悬崖峭壁，房子的前面的这个半包围呢又是很高的这个石坎，所以说一般的这种动物呢它就上不去，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吧？所以你看为什么他不把房子建在这个平缓的地方，而是在这个地方筑了石坎，然后再把房子建在上面，它就是这个道理哈，为了防止山里面的一些野兽啊啥的。今天呢本来是要探访另外几户人家的，结果咱们坐船坐超过了，所以来到了这个峡谷。那么在这个峡谷呢也有意外收获啊，发现了这么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地方，而且那个房子呢我看着还行，真的这个地方我是特别喜欢的。咱们要到这里来呢，必须是通过江上坐船才能到这里。那所以说它就是一个特别清静幽静的一个地方，没有任何人会来打扰你，那坐船的人他也不可能到里面来找你。从这个咱们下船的地方来到这个房子的位置，大概就是走40分钟。我跟你们说句内心话哈，
如果说等我老了，我真的是希望我有这么一片地方，在这里悠闲的去回顾自己的人生，对不对？然后呢，每天在这里，在这个吊脚楼上喝喝茶，观观景。假如说我们要出去呢，就步行下去，坐船呢也是能够到县城。好了，朋友们，本期视频呢就到这里，我们马上要赶到江边去，因为呢要等下一班船过来。如果说我们错过了12点多的那班船，我们就要露宿荒野了，所以不能错过那个时间。咱们这个下期再见吧。明天呢，我们继续坐这个船过来，去探访那几幅我们想去探访的人家。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呢，记得点个关注。天上丝带春晖。这个地方呢是雾川和凤冈的交界处，看到没有？这个石头就在这里，咱们来看一看。走到这个石头跟前，发现这个石头还是非常的大的。我们目测呢，应该是有25000多斤重吧。那么它这个下面是非常的细小，整个上面呢是比较大，这个两边呢都是凸出来很远，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它才能够掌握这个平衡。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石头啊，非常的大。刚刚我说的是2万多斤啊，我可能感觉会不止。诶，这个视角比较奇特哈，我给大家好好的摆一个角度，你看看，这样子来拍摄的话，我们这个左边这里是不是像一个人的人脸？这里是一个鹰钩鼻，对吧？好像这个头部呢是没有了。然后我们再看这个右边这里，好像凸出来的一个猴子的一个脸的形状。你们觉得像不像啊？我感觉反正走到这个角度啊，我就看着这个视角非常的像。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石头底角的这个位置啊。石头这一块虽然是平坦的，但是它和上边这个巨大的石头，它的接触点其实只有一点点的，这也就是它为什么可以摇晃的一个原因。那么你看看这里啊，缝隙都已经比较大了，还有这边这里啊，看看这个缝隙，实际上呢都已经延伸过去，直接破开了。那么相当于这个左侧这一块这个石头有点险峻啊，有可能随时都有掉下来的这种可能，所以说还是尽量的少在这个底下去玩耍哈。那么从这个位置来看啊，你看这下边都是有缝隙的，它相当于只有这一个位置呢，它是一个着力点。这个石头呢，他们当地的人啊，把它称为这个风动石。什么意思呢？就是风稍微刮的大一点的话，那么这个石头呢都会闻风而动。现在呢，这个石头是没有动的，大家来看看，我来推一下，它会不会动啊？朋友们，有没有看到这个整幅？是不是动得非常的厉害？当然，这个来推这个石头呢，它是有一个巧劲的，就是你一开始可能要力量重一点，然后来推一下。
我真的担心我把它推倒过去啊。但是大家看了这个结构之后呢，你没有一定的力量呢，可能还是推不倒。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中间那个位置啊，它是垫呢中间一条线垫在这个石头上的，那么两边呢这个石头都是平的，你把它推过去之后，它有一边正好卡住的时候呢，它就要回弹了，大概5公分的这么一个整幅吧，一到了这个整幅呢，就是最大整幅，它就这样自己晃起来了啊，还是非常的神奇啊。如果说有个10个8个人来推一下，我感觉是有可能把它推倒的啊。不过建议大家不要尝试啊。如果说这个地方垫一个石头垫着，你再去推的话，可能就推不动。你看这些地方都是透光的，看到没有？这些地方啊，它都是透光可以透得过去的，这边也是透过去的，所以它其实只有中间这一点呢，它是垫在这个石头上的。所以这种大自然呢还是比较奇特的，而这个石头呢，真的是看去摇摇欲坠啊。我们看看，尤其是这一边，因为这个下边呢都已经裂了一道缝，看到没有？这一块啊，从这个位置这一块啊，感觉真的是稍微用一点大的力的话，都很有可能掉下来。一旦这一块掉下来的话，这个石头整个石头就会失去平衡，有可能呢就往后边倒过去了，这个咱也说不清楚。反正尽量的保护吧，尽量的不要让它倒下来。在贵州习水县的深山里，发现迄今为止中国最大的沙树王，据说已经有1000多年了。现在呢，我已经来到了这一棵沙树的旁边啊。这个地方的地理位置呢是习水县的太平村，离习水县城呢仅仅10公里哈。所以说大家想来看这棵古树呢，还是非常方便的。我们看到这里写有中国沙王的牌子，这个上面呢有记载了一些他们过去的故事，包括当地的老百姓呢，他会把这棵沙树呢奉为神树，据说是南宋时期就种在这里的。给大家看一下这里的大环境啊，整个周围都是群山围住。那这个地方呢，有一棵巨大的这个沙树，这棵沙树的树高呢有44.8米，它的胸径呢达到了2.23米。2.23米是什么概念？我的个子是1.8米，也就是它横向这个沙树的直径呢都有2.23米，比我一个人还要长，对不对？所以这棵树非常的厉害啊！距今为止呢，已经有1200多年的一个历史。1000多年是什么概念呢？那个时候我都还没有出生。你像这样的古树要存活1000多年，那是非常不容易的啊。我们看到它虽然是枝繁叶茂啊，但是呢，也些许的看到很多的一些沧桑。很多朋友觉得呀，就是沙树长1000多年可能不是那么珍贵，但是大家这个想法是错误的。因为这种沙树呢，主要是我们农村建房啊、做家具的一种主要材料，所以说它长得不怎么大的时候就已经被砍来作为这个柱头啊、做家具啊、装房子啊等等。所以说你现在想要找到这种1000年的这种沙树呢，其实还挺难得的啊。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到这儿来看看这棵1000年沙树王哈。这个我们人活100岁已经是很稀奇了，当然这棵沙树呢已经有1000多年了，对吧？值得一看，也来这里沾沾灵气。在遵义市汇川区仁江村的一处崖壁上，我们看到了一排排列有序的山洞，大大小小23个洞口并列成一排，看去非常的壮观和震撼。据了解，这是1938年抗日战争时期修建的军械库。1938年，广西第42兵工厂迁至遵义，为了躲避敌人的侦察，不得已才将机械库修建在这崖壁之中。当时在这里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上千人同时作业，整个工程从开始到结束几乎都是纯手工打造，规模之庞大，几乎将整座山体掏空。半年时间
就修建完成，令人叹为观止。大家好，现在我已经来到了这个崖壁下这一排洞口的地方，走，大家跟我一起进去看一看。它这边这儿呢是有一道门的哈，有一道门进去呢就可以到里面的通道。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呢有一个文物保护单位的这个牌子啊，牌子洞抗战军械库旧址。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洞里面呢，它这个全部是人工开凿的哈，在这个石头边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个钢钎呀、战纸打过的这些印记啊，仿佛能够感受到那个年代上千人在这里面作业的这种热闹的场景啊。这个里面呢是有一个下水道吧，它这个是做的下水道，然后这个隧洞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差不多就是2米多一点的宽度，这个高度呢，大概可能有个3米多吧。那么这里呢，我们就来到了第一间的这个储藏间，这个就比较大哈，它像一个桥洞的这个圆弧形的这种感觉。我们现在看到的像一个房间一样，但是这里其实是整个岩石山体哈，一点一点的抠出来的，所以说非常非常的令人敬佩啊。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些石壁上的话，都留下了很多钢钎呐、这个战纸的这么一些印记啊。我呢其实参与过这种爆破山体的这种实践的，所以说我大概知道它这里面是怎么去把这些东西打造出来的。当然就是最原始的工具，像钢钎啊、二锤啊、铁锹啊这些东西，但是也会用到一小部分的一些火药。比如说我们要开凿这么一个隧洞，对吧？那可能边上呢要用手工砸掉一块下来，那我们再从另一边呢打孔啊，然后呢计算出这个需要的火药的量，然后呢再往里面把这一块呢给它震下来啊，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循序渐进来挖这个隧道这么一个过程啊。这边这个房间呢就建得比较特殊一点啊，它是一格一个隔开的，也不知道以前它是做什么的，还是后来又怎么改进的也不知道哈。哎，对了，大家可以看到这里，这地方我上去指给大家看一下，看看这上面没有，这个上面就有一些孔洞啊，东一个西一个的，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孔洞。那这个孔洞是干什么呢？就是那个时候往里面砸一个洞啊，用那个钢钎去敲一个洞之后呢，把这个火药干嘛呢？就放在那个洞里面，然后去一块一块的震下来。这也验证了刚才我跟大家说的这个观点。然后这边到这个洞口来啊，我们往外面看一下。啊，这个外面看起来这个环境啊，风景是真好啊。以当时的基建能力开凿这么大的工程啊，真是了不起。这里的每一个刀痕，每一个痕迹呢，都能体现了咱们中国人的智慧。行走在这个步道上啊，每一步都感觉到这个工程的伟大。这个过道啊，它总的有150米长。那么它这个建设方式呢也比较奇特，内侧是过道，外侧呢是房间，总的呢有23个洞口，分别被隔成了19个储藏间。那为什么这个外侧会建这个房间，内侧是过道呢？为什么不反过来呢？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的哈。因为当时这里面呢是堆放的这个兵器啊，包括枪支啊、弹药啊这些各种各样的兵器，它的操作呢是要非常精细化的。那我觉得呢是洞口，我觉得这个储藏间在外面呢很有可能是光线的一个原因啊。这个过道还是挺长的哦，我走了好一会儿了还没走到，这里才走到什么第10间，也就是相当于我们才走9间，它这个编号呢是往那边是大号，这边是小号。啊，我们现在相当于才走一半啊，所以说还是特别长的。
它的每一间呢，差不多也都是这个造型吧，因为这个造型应该就是最原始的造型。这里是原料仓库啊，刚刚我们看到的那个是什么仓库？药品仓库是吧？它这个每一间的作用都不一样的，像这里的话是成品仓库，它可能就是堆放那个枪支弹药的一个地方哈。我们现在呢就从另外一侧呢这里就走出来了，走出来之后呢，它这个外边呢还有一个通道，那么这边这些呢就是洞口了啊，所以说这个地方的23个洞穴呢，它是这个房间呢是在这个崖壁的脚下，然后呢在里面硬生生的开凿出来的19个房间。所以说这个工程确实是非常非常的震撼哦。抗日战争之后啊，在1966年的时候，沈阳的飞机场搬到遵义，然后第5709的生产车间呢就被放在了牌子洞。当时在这里是生产和维修航空雷达探测器的。牌子洞因战争而建，因和平而显。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默默无闻中又透露着强烈的责任感，最后止步于和平年代，同时呢也完成了他的使命。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记得这段艰难的历史，记得在中国大地上有千千万万个牌子洞，记得祖辈挥洒过的热血、泪水和汗水。最后希望不再有战争，希望世界和平。好了，朋友们，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拜拜。在贵州开阳县的大山里，我们的无人机发现了一处特别奇葩的养殖场，远处看去就像是挂在了悬崖峭壁之上，令人叹为观止。这里真的非常漂亮，在悬崖峭壁的中间冒出来一股洞泉，建养殖场正好将这一股泉水分散开来，形成了下面这样的扇形瀑布，看去啊真是美不胜收。我们注意看到这个地方其实是建在峭壁上，所以公路无法到达。大家有没有注意看到河边有一只小船？这只小船就是这个养殖场进出的交通工具。顺着小船的地方向上走10梯就能到达养殖场。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特别奇葩的养殖场，里面养殖的都是中华熊，而搭着棚的地方下面养殖的应该是娃娃鱼。这个场地啊真是绝了，简直就是人间仙境般的地方。我比较好奇啊，这个老板是怎么找到这样的地方的？太奇幻了。据说这儿养殖的娃娃鱼和中华熊是出口到国外，人家完全不愁销路的。而且这儿真的非常隐蔽，不走水路，无论你在任何地方你都看不到这里。我们也是用无人机无意间发现的，然后步行到这个山顶呢，才能看到这么震撼的场景。再来详细看一下这个地方，整个养殖场的位置上方是悬崖峭壁，养殖场下方的这个地块从周围的地形来看应该是一个土块。如果没有人在这里建养殖场加固这个场地，或许这个土块已经不存在了，咱们也就看不到这样的场景。为什么呢？大家仔细想一想啊，如果不对这股水流进行分散处理，沟壑会被冲得越来越深越来越快，泥土就会被大量带走。特别是在涨洪水的季节，水的破坏力是非常强的。所以说呀，人与自然它是一个共生循环的关系，对吧？站在中立的角度来说，如果没有人为在这里加固地块，或许看不到这么美妙的场景。正因为有了人的参与，才让这个地方呢更加漂亮，更加的生机勃勃。大家说是不是？即使是这样呢，这里的泥土依然在慢慢的消失。
大家好，刚刚我在对面飞航拍的时候啊，发现这个上面有一个山洞，洞里面呢还住有一户人家，好像看到还有一个年轻人在那端着碗吃饭。走，咱们上去探访一下。就在前面这里啊，大家看一下，住在这个岩洞的位置的，然后这里有个停车位，车子停一下。吃饭没有？正在吃。你这个位置还矮哟，住在这个矮矮角角。哎呦，你看起还年轻的嘛？我不抽，谢谢。40多哈。你这个房子搞在这里好久了啊？我一直都在这儿，一直都在这里。生长的。你在这儿生长的？你也干了？他们我有姐姐嘛，他们嫁出去了。哦，这。父亲过世了嘛，就是我。土墙的话是以前你父辈他们整的。以前他们整的。以前种这个的土墙，因为修公路，我们在城里面我出去打工去了嘛。他们因为说没人住的了，后面就把墙就整公路的。我回来，我田没找到，我就回来就只有看来这山路。你出去好年了吧？就14。那你哪个时候回来的？2014年回。就说14年之前的10多年都在外面。都在外面。那你14年回来就住这儿呢？啊。你也干吗？我一个人。媳妇呢？媳妇嘛，看了我没得嘛，走了噻。有个小孩嘛，小孩现在我也好小孩嘛，我自己教我自己看了我没办法的嘛，我自己帮我抚养。媳妇呢看到这里，条件太差了，然后跑出来。就走了。等于带个娃儿跟他俩姐姐。你没出去噻？没有出去。哦。都一直就在这里面。电也没得，我们这儿。那你这个电影没得，你用太阳能啦？你这是太阳能的嘛？就用太阳能来造电。那你为啥没电的哟？父亲那个时候嘛，有点稍微有顾嘛，60个意思哦，就是说就没顾问这个电。我一直在城里面租房子那个时候，我们还小嘛，租房子嘛，我就没顾问那个电的问题。噻，后来这个老公改造嘛，我们也没顾问，因为我那个时候嘛，年轻时候就只晓得玩。只晓得那个嘛，就说成熟的晚一点哦。我们那个时候嘛，成熟的晚一点嘛，就没想到这后面子造些过日子，你是没想到这后半句。城里面没得房子的呀？没得。我现在是找10块钱用10块钱，有时候还自己的小孩嘛，虽然说带我姐姐教嘛有个女孩子嘛，我不是女孩子嘛。但我姐姐嘛，还是有时候读完古书啥子嘛，在那里跟了。你小孩好大了？现在有14岁。都10多岁了。反正一直跟着你姐姐。确实，跟到你这儿你没法住的呀。是的，有时候又是个女孩子，二毛崩溃弄成那个不是你眼不知过，那种女孩子也不一样，一天天她又大了。对，带读书没得呀？带读书。要带读书就好。带读书。那你就要出去找点钱，好好的把它供下来，对吧？女孩子要好好的供啊。我那年出去，我今年这一年的时候，我都出去来，我都都还是找了1万多块钱，我老点账嘛，老点账我就找点账，找点钱还债口，还我贷款去。你出去打工啷会欠贷款啊？哎呀，太阳道理，我出去厂里面手机被盗了，没手机的，我好像有时候打电话有个不方便哦。我有个四川的有个老乡，有个女孩子，四川的有个老乡，他说他来卖手机了。他就说喊我以前嘛没有带的分期付款就嘛就推行那个身份证上可以了。我又给我就去拿了，我又去贷，我又拿了个手机，拿了手机嘛4000多块钱，他又是那个打了我10千嘛，我又没还上，
给皇上把我叫上来，我就欠起了。后来那边厂头我，工资一厂里面工资一斤都不发，几个月都没有发工资，那个时候，几嗯，个月没发工资嘛，我没办法的，我就只有自动离职，我2、3个都自动离职了。我厂头把当官的就舍不得我走，因为我喷漆的技术啊，家具厂的练起的大手。就在家具厂喷那个家具的漆。哎，练起。哦。就是我本来出国要几多元的弄来出国。我技术。要把我这个身体伤害了不？我本来一直来，身体那里喷家具，就是现在我每年我都会招来，现在我肺越来越严重。就是肺上有问题啊？哎，就是喷那个漆造的。哎，就是喷那个漆造的，10多年了，因为时间太长了。时哦。间太长了，我就没办法了，所以说现在精神上面、哪方面都很差。我说常常找我听的，是我医生。哦。那你现在啷个办呢？接下来？现在我又只有走一步算一步了。走一步算一步。能就是说能好身体能支持的效率，我都去上海看了亚布组织来卖。开点竹子来卖。能出去打工的我都要去，我都想去。那你现在下重的那些行不行啊？下很重不得行，但是一般的重还是可以的。就是肺部不是很好。精神很差了。哦。然后手啊，有时候木的，没知，倒不是完全没知觉哈，好像都是麻木的，手脚都是带的麻木。你晓得天麻吧？天麻晓得。你晓得天麻哈？我车子里有天麻，我拿点给你。真的。你把你的盆盆拿过来哇！你把你的盆盆拿过来，我拿点天麻给你。这个哥们儿正好他手脚有一点这个问题，我车子里面正好带有天麻，我给他一点。我正好带的有，我拿点给你，你可以砍点肉来炖来吃，看买点那个排骨啦，或者你周边这些那家有鸡啊，你可以搞点来，把这个炖在一起吃。你把盆盆拿过来吧。你一个人的话，我给你多拿点。只连天麻那有三斤多了，3斤多4斤了。你拿来炖的时候，那你也炖半斤就行了，你可以炖好几次啊。啊，也炖2个都可以啊。你一个人的半个月都够吃了。啊，你半个月之内把它吃完，2天测试2天测试你都够了。你直接拿个塑料袋把它装起来放在2天挨个就行了，它就可以了。不用感谢。那我都不耍了，走了。加油，把身体搞好，然后出去赚点钱。有机会了还可以谈个媳妇儿，然后主要是把娃儿这个供起来。这个人生这几十年真的不容易。对。那不说的，能有一分钱我都让小孩，是因为是自己的。你不要去想，我跟你说嘛哈，我感觉你是很聪明的人，就是不要去想很多不公平的事，或者说消极的东西，你就是加油把自己的身体调整好，然后该出去打工，该赚钱，把娃儿供起来，然后还有很多的机会，因为才40岁多点儿，年纪还轻，是不是？加油！那我先走了哈。大家好，我是阿泰。这一站贵州，我要带大家去10千泡冬季温泉，据说非常的舒服。走，跟我一起去感受一下。眼前这片山清水秀、景色宜人的地方叫狮场寨，位于贵州10千县花桥镇。据说呀，这是一个老人长寿的村寨，而长寿的秘密呢，跟他们经常泡温泉有关。这也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村寨啊，在这个寨中我们可以看到好多的这个木房子哦。这边有个老人家，找他聊2句。吃饭没有，老人家？吃饭没得呀？吃了。吃了。吃了。来问下你们这边那个温泉呐？温泉啊？几去了？
走一头去是吧？哦，自己去，这是可以的呀，就跟到马路里去啊。你啷个没去泡温泉呢？那个？我说你啷个没去泡温泉呢？然后我就天天去的，我看天跑一去。隔天没去。我最近这手指血运痛，天天去烫，天天去烫，好了没事了。哦，你好大年纪的？我不是啊。啊，我73啊。73了，看起你硬扎得很呐。然后说啊，像我就是说话就坦白。啊。这我是你再来嘛，你要如果做起来，你可以死了就是死的了。我不能当我助教啊，身体一般的，身体没事哈。跟经常泡温泉还是有关系哈。身体好的话。有好处啊。有好处哈。哦。这个地方的环境是真的好啊，在子面前就是一条宽宽的河，这条河呢叫做凯霞河啊。我们要去的温泉呢，就是顺着这条河往上游走，在这个峡谷内部。我的这个膝盖呢也是发热，一直不好啊。我们也到温泉那儿呢，正好去体验一下。这个下边呢就是温泉，因为只有一个泉眼和池子，所以这里有一个关于男女分开洗澡的时间表。不过呀，村民大多不按这个时间来，而是采取先到先洗的方式。这个是一拨人洗了之后，又要把这个清洗一下，是吧？再换水。啊，哇，这个水最少有个45、6度吧？你们这个村里的人有福啊，天天在这里泡温泉。这个水是不是你们几时以来就是那么高的温度啊？对，他昨天下了大雨，今天那下雨烫得很。我跟热水一升，就是烫。哦，涨水了反而还要烫脸。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温泉真的不是开玩笑的，特别烫。然后我现在准备在这里烫一下我的膝盖，我感觉我有点吃不消，太烫了，50度可能差不多，50度。这个温泉泡的是真的舒服，不跟大家开玩笑。还有就是在涨水的时候的话，它这个里面的水会很大，而且也会更烫。说起来，温泉的形成也是令人惊叹不已啊！数万年的天然热能储存在这片土地下，地表深处的放射性元素衰变时，释放出了巨大的热量，加热了这些矿泉水，造就了10千得天独厚的地热温泉文化。正所谓是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在石阡县的10里8乡中啊，有20多处温泉。如果你喜欢泡天然温泉，不妨来石阡泡一泡吧。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贵州赤水的深山里，在我身后这个山上啊，有一个水帘洞。这个洞中呢，住着2位70岁的老人家。哇，这个环境是非常的漂亮。走，大家跟我一起上去探访一下。要上到这个水帘洞呢，要穿过这一片竹林啊，这些石梯呢，也是他们一步一步的安上去的啊。当时安装这个石梯的时候也是挺费劲的吧？你们看这个步梯吧，这么陡峭，这种环境是不是大家特别喜欢的？有竹林，就是这个楼梯真的是难爬呀，朋友们。这个地方呢，我是第2次来了，但是我要跟你们说，不管第几次来啊，这个地方都会给你非常新鲜的这种感觉。因为真的是太漂亮了。现在咱们已经到了这个水帘洞的位置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里面还是非常宽大的哦，看到没有？这里就是从上面流下来的水帘，所以我们把这个地方称之为水帘洞啊。这边它放了很多的竹竿啊，可能是冬天烧火呀什么的用的。大家可以看，这里还喂了过年要杀的肥猪啊。这个地方呢，相对来说比较低矮一点吧，大概是2米多。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从这里步行过来啊，它这个地方外面是没有这个栏杆的，感觉还是有点危险的。然后这外面的话有2、3米高，但是这里的话，
我可能就要扛着啊，这样才能走得过去。因为这个地方呢，只有大概1.67米的这么一个距离。这边呢，就是他们居住的房子。当然，这边呢是有栏杆的哈，居住的地方是有栏杆的，只是这个过来这个通道呢，这个边上没有做栏杆。这个叔叔阿姨是非常的勤劳的啊，洞穴里面堆了很多的木材啊，烧火煮猪食用的。哇，这个地方真的是很漂亮。你们的老人我今天上回来，这里还有老人了，吃完了哈。哦，朋友们，今天在这个水帘洞人家啊，在叔叔们家这里吃饭，现在正在炒菜。这边就是他们家的厨房，给大家看一下。大家不是说会不会压抑？不会的啊，这地方以前吊的是腊肉。这里是内檐，那外檐的高度有3、4米啊，所以说很大的空间啊，不存在压抑的问题。这个外面呢就是水帘洞，你们不知道住在这里什么感觉啊？住在这里一出门的话就是水帘，是吧？很舒服的地方。这个厨房也特别宽大。要吃饭了已经，我啊，我不喝酒，不喝酒。你要喝酒啊？一天3顿你要吃？这今天跑到你这来吃饭来了。人家吃完嘞，没吃完，那就吃完了哈。你待会儿跟我一路下去，我拿瓶酒给你啊。我有酒啊。哎，你不吃要有酒？有酒。我叔叔讲的意思，过了年之后，等天气好了，我在这来做给国宝爷。让你不能熬着。喊几个人也入来，做他个国宝爷，然后在那搭帐篷。是吧？你不能熬着这人的。你们四弟兄啊，他们几个在拿这儿搬出去了啊？搬出去好久了啊？有些10几年了，有10年。这好几年有10年了。都20年了哈。我们都搬来这边河坝头，那天他修公路又他们占断了，我们在这边亏死了。他修公路，那个修公路把房子占了，赔你们好钱嘛？赔到赔嘛，赔都造一了一口。赔了又该买房子了哈。他们在这边给弄一口。哦。到土地的话就40几万。土地哈，房子哈，40几万。正好买房子，买了他都还可以剩点哈。然后等他们落水。我顺那儿出头了。最起码对于你们2个来说嘛，现在没得负担的了噻，是不是嘛？我们没负担的。那天就让在这里休闲的在这里耍就行了。没得住点住不得耍。我跟这个叔叔阿姨商量了一下哈，过了年到这个天气好了之后，然后我准备叫个3、5好友的，在这个地方来隐居个把月。有没有朋友想跟我一起的？报名哦，到时候我们在这里搭个帐篷，对吧？然后跟他们在这里一起体验一下这个水帘洞中生活怎么样？有很多朋友比较好奇，说这个地方居住合不合法？我告诉你们吧。人家已经住了5代人啊，100多年的时间，你们说呢？对吧？而且这个叔叔呢，他们是4兄弟，相当于以前最开始的时候，这里面是有4兄弟的，然后后来陆陆续续的全部搬走了，然后其他的3兄弟呢是分布在这个周边，然后他们呢其实也是住在河边去了，但是后来修公路的时候呢，就把他们的房屋给占了，所以说呢，他们又回到这个山洞居住，然后小的呢就去赤水买房子住在赤水里面了。居住在这个地方真的是感觉那种仙境一般，能够欣赏到
前面的这种非常漂亮的山水，下方呢就是赤水河。最重要的是，这个门前呢就有一挂水帘瀑布流下来，栩栩如生，看起来是非常非常的美妙哈。尤其是在夏季的时候，这个水稍微再大一点的时候，可能有10来米宽的这个位置都是一个水帘流下来，非常的美。这是叔叔家喂的一个小狗啊，我感觉我来这里一会儿都跟它比较熟了。这个叔叔家养了现在有4、5只猫，都类似于野猫一样的，是那种狸花猫啊，非常漂亮、非常聪明的那种。你们有喜欢养猫的，到时候我可以帮你们带一只啊。我跟大家讲，那边的话就是叔叔阿姨住的地方，这一间的话就是厨房。然后他这边有一间房子，有2间房子啊，里面呢是有2张床。我的意思呢，到时候我来隐居就住这里啊。正好这里的话可以看到门前的这个水帘，就是洞门口的这个水帘。假如说有人想跟我一起来隐居在这个水帘洞的，大家可以报名啊，到时候跟我一起到这里来隐居。等今年过完年之后，明年夏天的时候怎么样？今天不在这里待太久了啊，在叔叔家把饭也吃了，然后我让他跟我一起到下面去，我车子里面装有天麻嘛，给他一点天麻，然后他们到时候拿来杀猪的时候炖猪肉吃。这酒拿一瓶给你，这个酒也是好酒哎，再给你搞点天麻。走车子。哦。在哪里？好了，再拿几个，再拿几个。好了，没事，再拿2个。这好玩的。我带起有用，带起有用的。现在那你慢慢的去啊，我就回去了，过2年再来，你再说。那你慢点喽。这个地方真的是山川秀丽，景色宜人，空气清新，鸟语花香。在这个荒山野岭的山梁上，竟然发现有一个寨门。这个寨门到底是干什么的呢？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呢，我在贵州和四川的交界处，我站的位置呢是贵州习水县三岔河镇的天水池村。翻过这一片山呢，对面就是四川。这个山顶上啊，有一个非常奇特的景观，山上冒出来一个石笋，酷似一个石头人。那今天呢，阿泰就带大家一起进山去一探究竟。这个峡谷里面还真是漂亮啊！我现在已经在走步行小道进山了，从这个峡谷进来的。刚刚进来的时候啊，就碰到他们施工的一个开车的，他跟我说车开不进来，结果我走进来才发现车是可以开进来的。然后路上遇到他，他说这里面不让拍照，我估计他们是在开发旅游吧。这一路进来啊，我跟大家说，有起码5、6个地方啊，就是顺着峡谷进来，大概2公里多的一个路程，有5、6个地方，它的那个地貌就类似于赤水的那个佛光岩瀑布的那种形状，有5、6个地方。如果说在夏季的时候，丰水期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些地貌的上方都会有水流下来，非常的漂亮哈。所以我建议大家在5、6月的时候啊，真的可以走这条峡谷来看一看，绝对会很壮观。走了2、3公里的峡谷，还要走这样的羊肠小道啊。我不知道还要走多一会儿才能看到那个石笋柱啊。往往这种比较稀奇古怪、奇特的景观呢，都是在大山深处。哇！已经看到了，不过这里有点远，看到没有？这个山顶上看到没有？
这还真是一条茶马古道啊！想必在几十年前，云贵两省的百姓主要来往的一个通道啊！啊，要爬这一座高山，我现在才爬到一半。对于这个地方交界的两省百姓来说，这哪里是通道啊？这明明就是过去几十年的记忆啊！啊，这种峡谷里面的这种小水滴啊，真的是非常的美妙啊！还要继续走啊！对，这条路噻，你们以前一直都是这条路啊？你们是属于这边是属于贵州的吗？天水市啊，那边属于四川。对，你们两边都有很多都有亲戚哈。哦，对，这条路应该是走了好几十年的。100年了。我觉得以前的人真的是有恒心、有耐心，像这些石梯步，都是100年前就已经弄好的。多少人踩踏过？看一下，这个表面都是踩的这种光秃秃的。你想象我们人过去只能踩一下，这要多少个脚步的踩踏，才会形成这种光秃秃的这种石头面。这是祖祖辈辈好多代人长期走的一条古道啊！哇，这个地方竟然有一个寨门，我的天！哇，这个寨门应该是修建于上100年前了，正好是拦在这个山梁之上，而且修得非常的厚啊！大家来看一下，修了100多年了，而且没有任何的变形，这个修得相当的好啊！这个寨门它是修建在这个荒郊野岭的，正好在这一个山梁上。那么它的用途是干什么的呢？因为以前这个土匪猖獗嘛，修这一个寨门的主要的目的呢，就是为了挡土匪。这个是两省交界的地方，相对来说比较靠边嘛，管理上也比较薄弱，所以在这个地方呢，经常发现这种抢人抢劫的事件。然后再后来呢，这个当地的老百姓呢，就在这个地方修筑了这一个寨门，上边呢还有设有哨岗，这就是这个寨门的一个历史啊。所以在这些石头上面，处处都记录了这个远古时代的这些历史印记啊。这就是云贵两省的边界，下方是寨门，这边属于四川，看一下，都是荒郊野岭。然后这边属于贵州，同样是荒郊野岭啊。从这个寨门这儿上去呢，就会到达我们最终的目的地，那个石头人的位置啊。哇，今天走到这里来，走了1个多小时啊，朋友们，大概接近于4公里多、5公里的一个路程，而且是爬山、爬山再爬山。以前的人是真有恒心啊，在这个相当于垂直的石板上，用站子打了这么多的石梯。哇，到了！哇，就是这个石笋啊！大家看一下这个山巅上的这个石笋啊，真的是非常奇特。我们看到这里就是一个山梁，而且它下方的这个石头，这个石头上面呢刻了好多的字，这些是哪些人来刻的？这也有可能是远古时代的人刻的，因为这个字的印记啊，都已经是很光滑了。哇，我现在正好坐在这个云贵交界的这个山梁上，前方这儿大家看到就是这个石竹笋，非常的震撼。因为刚才我已经跟大家说了，
整个石头的下方是都比较光滑的，然后正好在这个位置，哇，真的是剑指苍穹，剑指蓝天，非常非常的震撼。它是怎么形成的，令我百思不得其解哈。然后我们走近一点再看一下，这儿要特别小心，因为两边都是悬崖峭壁。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些地方呢都有缝隙的，这个石头，对吧？然后这儿呢还有人走上去，这些又刻了好多好多的字，这个都是很多人到这个地方来留下到此一游的这个印记吧。连那个上面都还刻有字，这些人干嘛呢？就在这里刻字。再看一下这边，其实这层石头我们可以看到它已经是摇摇欲坠了，对吗？这里有很宽的一个缝隙，包括这些地方，包括上面那些地方都有很多的缝隙啊。朋友们，这个视角太震撼了哈！有没有感觉？有没有感觉？我宣布说，你们有没有感觉？是不是像一个原始人的一个头部？看到没有？前边张开的嘴巴，然后鼻子里面还有鼻毛长出来，还有眼睛，对不对？眉骨也很高，头上还带有一个什么东西，对吧？就是一个远古时代的猿人，非常的形象啊。然后有点驼背，对吧？太像了，有没有朋友们？这个视角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视角啊，因为刚才我转了一圈我都没发现。现在我才发现这个视角太牛了。有时候啊，我们真的不得不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就像我身后的这个石柱笋，它屹立在这个山梁之上，对吧？两边都是悬崖峭壁，正好这个地方呢冒出来一棵20多米高的这个石柱笋。它的形成过程呢，可能也非常的奇妙。因为大家知道，咱们贵州在亿万年前其实是海底世界，对吗？在远古时代水下的时候呢，这些地方可能就有暗流啊什么的，慢慢的就把这个石头呢进行剥蚀，对吧？进行剥离。那在亿万年前呢，这个海底冒出来，形成了现在的这个高山峡谷。那么这个石柱笋所在的位置呢，在山梁上。那它又经历过数千万年的这种风吹雨打、日晒雨淋，不断的慢慢的剥蚀呢，就形成了今天这么绝美的奇观，对吧？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视频呢就跟大家介绍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在这个大山上啊，发现有一独户人家，环境位置都非常好。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一户人家居住在半山腰，那么绕着它的周围给大家看一圈。门前呢有一片竹林啊，整个居住的位置很平坦啊，对面呢都是群山环绕啊，视野是非常的开阔。我们再来看这个房子的右边呢，有山脉围住，左边呢也是有一条山脉。那房子呢居住在中间的这个山脉，而且前方呢有2个驼峰，所以这个整个地理位置也是非常好，而且是非常隐蔽的啊。你在别的地方你是看不到居住的这个房子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整个环境啊，从刚才的这个山口啊，沿着这条毛公路过来啊，通过下方这里呢，再过一个山头就能够到达房子居住的位置。整个房子后面呢都是延绵的高山啊，没有人居住，最少也有上万亩的荒山。这是我们从房子身后拍摄的一段航拍，看一下这个位置，真的是令人羡慕呀。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地方的整体位置。现在镜头下方的是一个红色旅游区，穿过这一片 S 型的公路，到了这个山口，咱们再沿着这条毛公路向前行，大概呢2公里左右啊，就可以到达我们这户人家居住的位置。主要我们看这户人家的身后，看到没有，延绵不绝的这个高山，最起码是几万亩的这个荒山森林。哇，这个地方真的是太漂亮了，不发展避暑康养的话，都有点对不起这么好的资源，大家说是不是？这个视角是我们房子后面的高山，有很多朋友可能担心这个水源的问题。当你们看到身后这么延绵不绝这么厚的这个山体，你还担心水源吗？这些凹陷的地方有几百亩的土地，完全是不缺水的，所以这个地方啊，真的是可以打造这种生态山庄啊、避暑啊、养老啊、康养啊等等很多项目都非常合适。我相信很多人梦寐以求想要寻找的那种地方，应该就是这里吧。对于这么好的环境、这么好的资源、这么好的条件，你们觉得适合做什么样的项目呢？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是12月15号，我身后这条仁遵新高速呢就正式通车了。原来啊，从遵义到仁怀有70-80公里，需要1个半小时的车程。这条新高速通车之后呢，只有50多公里。那么现在从遵义到仁怀走这条新高速呢，只要半个小时呢就能够到达。至此呢，遵义到仁怀呀，实现了双高速的通道啊，来回非常的便捷。因为现在呢，咱们的这个导航上呢还看不到这条高速啊，所以说呢，我跟大家说一下从遵义这边是怎么上的。遵义这边呢，就从中庄上高速，然后往这个高桥方向，中间呢经过这个桃溪互通那里呢，就可以上这条高速。那么这条高速路的编号呢是 G4215，整条高速呢是双向6车道啊，所以说非常的宽敞。它的限速呢是120公里啊，隧道的限速呢也是100。那么这样呢，咱们在开车的时候呢，其实是更加安全的。因为大家知道很多的高速啊，它这个路面限速是120，但是隧道限速是80，这个跨度有40公里。其实很多人都习惯性的进入隧道之前要急踩刹车什么的，这样呢其实有一定的安全隐患。但是这条路呢，它的鲁路在外面的路面的限速是120公里，隧道的限速是100，所以说基本上是能够匀速的去降速和提速的。所以我觉得这种设计呢更加合理，也更加的安全。那么这一条新高速的贯通呢，也诞生了一座世界级的超级大桥，也就是我身后这一座大发曲大桥。这一座大桥，它在同类型桥梁中呢是排名亚洲第1的啊，非常厉害啊。那么也非常荣幸，正好呢我家就住在这里，所以说呢这一座大桥3年多的时间呢，我都记录了它的建设过程，
下面呢，大家就跟我一起来欣赏这一座大桥建成的瞬间，一起来感受一下中国基建的魅力。